终于要到和萧雨辰成亲的日子了。刘大小姐，刚睡醒就谋杀亲夫？苏之遥，怎么是你？我们好像被人下药做局了。看出来了，这劣质的软筋散也就配算计算计你。没时间再废话了，算计我的人马上就到，我得走了。嫡姐，今日是祖母寿辰，你怎能和府里的马夫在这厢房里苟且？大小姐，你与萧公子早有婚约在先，如今你竟做出这等苟且之事。武安侯世子，怎么会是你？那个马夫呢？二妹连看都没看清，怎么就知道房里该是个马夫？莫非这马夫是你安排的？我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锦欢，不管奸夫是谁，你衣衫不整与外男共处一室是事实，今日你我婚约作废。想退婚大可直说，何必费尽心思设局？先知息怒，是老夫教女无方，快滚回房间闭门思过。晚辈恳请迎娶二小姐刘锦欣，结续婚约。恭喜父亲，贺喜二妹。我冤屈未消，你们倒先把夏家的喜酒安排妥当。放肆！来人，即刻把这逆女送去嘉安。嘉安，本世子看谁敢动他分毫。瞎了眼的男人不要你，无妨。刘景欢，不如嫁我为妻，做武安侯府正经世子夫人，如何？成交。雨辰哥哥，她不过是声名狼藉的纨绔，竟要护着这个败坏门风的女人，天理何在？苏之遥，你真是饥不择食。她不过是我弃之不用的垃圾，就你还把她当做宝贝。世子在此，谁敢造次？垃圾！她是本世子明媒正娶、互定一生的武安侯世子夫人，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她指手画脚、出言羞辱？而你与这心机庶女狼狈为奸，构陷他人，才是天生一对，绝配无双。刘景欢，3日内，我武安侯府必备其10里聘礼，敲锣打鼓，8抬大轿迎娶你过门。收兵，回府。那锦欢便在刘府静候世子大驾。世子爷慢走，小心门槛。这亲事就此敲定，刘家随时恭候侯府聘礼。你犯下丑闻，武安侯府肯接纳你，是你天大的福气。往后安分守己，不许再生事端，辱没刘家。福气？这些年，刘家全靠挪用我母亲的嫁妆支撑门面，今日便是收网之时。大小姐，舅老爷、舅夫人已经到了，此刻正在花厅等候。终于来了，筹备许久的好戏正式开场。妹夫，我们此番进京，一是探望故交，二是探望锦欢。听闻锦欢与萧家婚期将近，不知具体定在何日？舅舅，婚期未定，不过萧家的新娘早已换成了我的庶妹刘锦欣。换新娘？萧家这是欺人太甚！去问问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寿宴当日，他与苏世子衣衫不整共处一室，丑闻传遍京城。住口！锦欢品性我最清楚，这分明是有人刻意陷害。舅母所言不假，我是被冤枉的。当日是刘锦欣的丫鬟假借更衣之名将我骗至厢房，我刚入内便被人打晕。我醒来之时，苏世子已然在侧，我百般解释，可父亲祖母从未查证半句，不分青红皂白，便给我扣上污名。幕后陷害之人何在？当日的丫鬟何在？此事我必为锦欢讨回公道。说到底也是大小姐自身行事不端，否则旁人如何陷害？长辈议事，轮得到你一介妾室插嘴放肆？舅妈，此事我们从长计议，限武安侯府苏世子3日内上门求亲。那也好，
不过武安侯府门第显赫，锦欢嫁过去不可被人轻视。这是当年我小妹的嫁妆清单，今日全数归锦欢所有，作为她的侯府嫁妆。锦欢是你刘家嫡长女，如今她大婚在即，刘家准备添置多少嫁妆？这些年，你们靠着吞并我母亲的嫁妆，养尊处优，风光无限。如今，也该归还了吧？那个舅兄嫂子，不如你们先歇息休整，此事我们日后再议。不必麻烦。老宅早已收拾妥当，我们明日再登门议事。我与锦欢多年未见，甚是想念，今日便带他回老宅小住，明日送他归府。锦欢，苏之遥可是京中出了名的纨绔，流连风月，不学无术，名声极差。你聪慧通透，为何执意要嫁入侯府，自坠火坑？是啊，孩子，你不愿嫁萧雨城，大可慢慢挑选良人，何必委屈自己，嫁给这等声名狼藉之人？舅舅舅母，我选的从不是苏之遥这个人，而是武安侯世子夫人的权势与身份。有一品诰命的身份傍身，我就能拥有足够的权势，彻查当年母亲救急疑点。若侯府轻慢于你，不认这份婚事，你该如何自处？若侯府不以正妻之礼待我，我便及时抽身，绝不委曲求全。可女子名声受损，终生都会受人诟病，难以洗刷。流言从来都是弱者的枷锁，强者的垫脚石。你自有主见，我们便不阻拦。往后但凡有难处，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老爷，不能掏空刘家天赋这个白眼狼，这些年全靠沈氏嫁妆撑着刘家门面，一旦归还，府中生机全无了。刘锦欢，你名声尽毁，人人唾弃，凭什么坐拥巨额嫁妆？这些本该是我的嫁妆，我绝不给。二妹自重，我母亲的嫡妻陪嫁，轮不到一介庶女觊觎霸占，你从来都不配。你们两个无知妇人，速速交出钥匙，休得丢人现眼，连累我师徒！奉京兆尹谕令，查实刘府梅氏侵占亡妻沈氏巨额嫁妆一案，证据确凿。若继续阻挠归还，即刻索拿相关人等依法论处。刘老爷，此为沈家预备提交御史的弹劾文书，文书一旦提交，您仕途尽毁，刘家百年声誉彻底倾覆。开门，清点，搬离。我母亲嫁妆但凡少一根金簪，少一份东西，便折抵刘老爷名下田产，分毫不退。小姐，府中彻底乱了，梅姨娘在老爷面前寻死觅活，二小姐偷偷藏起所有私房钱，死死不肯交出。当年他们瓜分我母亲嫁妆有多痛快，今日吐出来就有多痛苦，皆是他们咎由自取。大小姐，你最是明事理，府中人口众多，开销浩大，一时半会儿实在凑不齐全数现银，求你宽限几日，减免部分，待府中宽裕，必定加倍补偿你。听姨娘这话，这些年刘府全家上下的开销，靠的竟是我母亲的陪葬遗产。这说出去，不仅父亲颜面尽失，整个京中世家都会耻笑刘家贪婪无度，毫无底线。长姐，我们是骨肉至亲，何必斤斤计较，如此绝情？听起来倒像是我这个受害者，不该追回属于母亲的东西。二妹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锦欢，家族体面大于一切，动用你母亲嫁妆是为支撑刘家养活族人。女儿自然懂家族体面，只是舅舅有言在先，母亲嫁妆但凡少一件损一分，他便即刻上奏御前，弹劾刘家强占嫡妻遗产，治家不严。你少拿沈家压我！舅舅还说，物件损毁缺失，一律折现补齐，分文不能少，慢走不送。3日内凑不齐全数财物，我亲自前往大理寺彻底清算。老爷，这可是妾身攒了半辈子的私房钱财，还有锦汐未来的嫁妆啊，不能全拿走啊！还不是你这些年贪得无厌，填不上窟窿！你想让沈家把我们刘家告到皇上面前抄家吗？拿来！城东的3间旺铺，京郊的2处庄子，外加现银8万两。梅姨娘，你这些年从我母亲嫁妆里吸的血，今日算是吐干净了。长姐，你今日把事情做绝，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我拿回我母亲的东西叫天经地义，你们若再敢动什么歪心思，下一次我要的就不只是钱，而是你们的命。风香，抬走。刘家终究是掏空了家底，才凑齐了我母亲的10里红妆。
如今钱财、体面、身份，我皆已握在手中。接下来，我只需站稳这武安侯府的脚跟，便可查清当年旧案。刘大小姐，戏演到这儿就算成了。以后在人前，小爷给你世子妃的体面；在人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乖乖待在后宅，少管小爷的闲事，懂？你这是做什么？伺候夫君就寝。你别乱来，小爷不打女人。往后，若你再敢一口一个小爷，对我放肆无礼，这就是后果。夫君，你要谨记，你我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竟会武功？未曾拜师学艺，只是常年自保，力气稍大而已。若母亲尚在，我何须事事靠自己应承？可惜世间从无如果。父亲纳妾那天起，我就知道，在这吃人的后宅，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天还没亮，再睡会儿。今日需向公婆敬茶，不可迟到。成婚后竟能早起守礼，难得难得。好孩子，我府中规矩宽松，不用早晚前来问安。你们小夫妻相处融洽，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儿媳谨记母亲教诲。敬茶刚结束，你要去哪儿？娘子这般郎，青天白日的，莫非是舍不得我走？苏之遥常年伪装纨绔，不学无术，分明是自误避嫌，掩人耳目，为的是避开皇权猜忌。既然如此，那世子爷这京城第一纨绔的名头，我刚好借来一用。红英，把从刘家抬回来的账箱打开。夫人，奴婢打听了，世子今夜又去春风楼喝花酒了，随他去。往后在这院子里，只需盯着我们自己的事，旁人的闲言碎语不必理会。是。城东最繁华的地段，账目却连年亏损。祖母代管这些年，做假账的手段真是拙劣又贪婪。对付这种不要脸的老赖，讲道理是没用的，得用恶人来磨。夫人怎么还不休息？莫不是在等我？世子爷晚上到底是喝花酒还是做飞贼，我没兴趣管。但明日你得陪我去收回我母亲的商铺。收铺子你带账房去啊？带我干嘛？祖母留下的掌柜都是些滚刀肉，世子最擅长做京中纨绔仗势欺人。今日借你的权势和无赖气场一用，去帮我砸个场子，可好？刘锦欢，我昨日喝花酒很累的，收铺子也不用这么早起，你为什么还要折腾我？娘子说何时出发，我们便何时出发，绝不耽搁。一会儿我们用过早膳再出发好了。他刻意伪装纨绔子弟，糊弄世人，糊弄皇权，却骗不了我。我无需戳破他的伪装，只需借他的权势，他的气场，扫清我前路所有障碍即可。娘子，这鼎鼎有名的广来楼竟是你的产业？是我母亲的陪嫁产业。母亲离世后，由祖母接手代管，直至我大婚，才勉强归还于我。今日终于能彻底清算旧账。东家，世子爷大驾光临，快请上座。连掌柜，我已核查完近3年所有账簿，商铺亏空数目清晰明确，我给你3日时间，全数填补亏空银两，此事我便既往不咎。东家明鉴，小人兢兢业业打理酒楼，从不敢有半分私心。如今食材、人工、税费开销巨大，世子爷在此，小人不敢妄言。东家若是不信，大可自行核查。去年4月，你次子于东城购置3进宅院，耗资2000两。同年9月，你女婿盘下西市绸缎庄，花费1600两。区区一个奴才也敢贪吞主家银两，糊弄世子夫人，不必多费口舌。
饶命啊！小人只是一时糊涂，利欲熏心，才敢私吞银两，求二位开恩，留小人一条性命。我给你1日时间，尽数归还贪墨银两，分文不能少。1日时间实在太紧，求东家看在老夫人的情分上，宽限些许时日。放肆！我侯府夫人岂容你随意攀关系讲情面？不知死活！哼！你以为赶走我就行了？没了我，你这酒楼明天就得关门。世子夫人，陈掌柜已在门外等候，传他进来。连掌柜，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广来楼到底离不离得开你？陈掌柜本是我阿娘的得力心腹，当年被祖母强行赶走，现在我已经暗中将这些忠心耿耿的老人都请了回来。陈掌柜，从今日起，广来楼重新交由你全权打理。老奴定不负少夫人嘱托。陈掌柜，我只给这狗奴才1天的期限，1天后少一个同伴，立刻扭送官拜。娘子，一个连掌柜算什么？后面10几间铺子的掌柜可都瞪大眼睛瞧着呢。你这一刀要是砍得不狠，那群老狐狸明天就敢骑到你头上，把你当软柿子捏。所以我才借了世子爷这把快刀，杀鸡儆猴，不狠，怎么能让他们长记性？少夫人，世子爷，这是广来楼，不，这是小人一时糊涂昧下的赃银，小人全部退回，今日认罪请辞，求少夫人开恩呐！真是个聪明人，他倒是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了连掌柜和孙掌柜这2个现成的活例子，剩下那些铺子不就更好办了？哦，娘子打算怎么处置剩下的人？老实退赃的，一律卷铺盖滚蛋；敢卷款私逃、负隅顽抗的，那小爷就亲自带人送他们进死牢。景欢啊，之瑶从小被我们惯坏了，终日游荡没个正形，如今有你在他身边提点着，我这心里不知有多宽慰。母亲言重了，世子只是心思沉明，至情至性，儿媳愧不敢当。你娘家那个庶出妹妹和萧家公子的婚期定在下月初了，今日喜帖已经送到了侯府门上。母亲，我与世子苍行成婚，是为了平息寿宴上的流言蜚语。可二妹妹与萧公子向来标榜清流，为何这婚期也定得这般急切反常？景欢，这世上的急切，要么是为了遮丑，要么是为了遮羞。侯府既然用8抬大轿把你娶了进来，就是看中了你的心智。刘家这盘棋，你打算怎么落子？儿媳明白了，多谢母亲点拨。贤婿大驾光临，快上座。来人，把府里最好的大红袍泡上。父亲，明日便是二妹妹大好之日，怎么不见祖母出来主持大局？大姑奶奶，您如今贵为世子夫人，贵人多忘事。老夫人娘家那位连掌柜，好歹也是您的亲表叔。老夫人念着2脉亲情，又怕传出去坏了您的名声，在中间2头煎熬，硬生生急火攻心病倒了。大姑奶奶，连掌柜到底是亲戚，总要留几分情面。您做事这般狠绝，也不怕遭报应。好了，你少说2句。岳父大人，本世子倒是不知您几时续了弦，府上何时多了这么一位能当众教训侯府世子夫人的正经主母？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快给我滚下去！当了这么多年假主母，今天这脸丢得爽吗？不过苏之遥这把刀真是越来越顺手了。连掌柜贪的银子大半都进了老太婆的腰包，1天之内吐出1万两赃银，他能不疼得病倒吗？听梅姨娘说祖母病了，我心中实在忧虑。如今瞧着您面色红润，想来是康健了，我和世子也就安心了。二妹妹明日出阁，这般大喜的日子，祖母若是因连掌柜这点糟心事儿病着，喜气怕是要折损几分。你好得很！你如今仗着有武安侯府撑腰，连孝字怎么写都忘了。老夫人这话，本世子可不爱听。锦欢是侯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我爹娘天天夸她仁孝，无凭无据，你可不能冤枉我娘子，否则我这就回府请我伯亲自上门问问刘家到底是什么规矩。你
娘子，老太婆不会真被我们气死了吧？放心，她是装的。贤婿锦欢，你们祖母歇下了，莫扰了她，咱们移步前厅说话。女儿今日过府，心中记挂妹妹的大婚，不知可否请二妹妹出来一见？锦心这几日为了赶绣嫁衣累倒了，此刻正在休息，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你们姐妹说话的时候。岳父大人，明天可就是大婚了，新娘子这时候累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刘家未出阁的姑娘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呢。贤婿说笑了，前厅已经重新备好了茶点，锦欢，你带贤婿跟为父去前厅坐坐，可好？见缝插针也要刺我几句的刘锦心，今天居然当了缩头，这刘府绝对藏了鬼。是，女儿听父亲的。少夫人，查到了，二小姐确实病了，但不是累的，她已经有了身孕，都快3个月了。难怪他们的婚期如此仓促，难怪她今天对我避而不见，肚子都要显滑了。她是怕被我当场戳穿，沦为整个京城的笑柄吧？他们可真不要脸，不要脸才好。红英，把我带过来的那盒极品血烟今晚送过去，嘱咐刘锦心好好补补身子。明天的婚礼，我一定要让她风光大嫁。半拜天地。天哪，这分明是孕吐啊！还没拜堂就吐成这样，这刘家二小姐肚子里的种到底是谁的？刘锦心，你竟敢作践我萧家！混账！丢人现眼的东西，退婚！立刻给老子退回去！听说了吗？刘家二小姐今天出阁，刚跨过萧家大门，就被夫家连人带轿当场退回来了。退婚？这成婚当日被夫家退回来的新娘子，咱们本朝还是头第一个吧？你们还不知道呢。那二小姐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突然捂着肚子孕吐，萧家公子的绿帽子戴的那叫一个架势，真是活该！大人救命啊！老爷要杀小人灭口啊！堂下何人？有何冤屈？启禀大人，小人叫刘宝，是刘府的一名长工。今天我们府上的二小姐出嫁，本来都要拜堂了，最后却被萧家给退了回来。那无缘无故为何退婚？只因二小姐在喜床上孕吐。因为什么？是涉朝廷命官，公堂之上岂容你支支吾吾，欺瞒本官？说。因为二小姐肚子里怀的可能是小人的骨肉。哪个刘府还能有哪个？就是今天在大婚喜堂上吐的那位刘家二小姐。要我说，萧公子也是活该，见异思迁，看上未婚妻的亲妹妹，结果还没拜堂就被绿了，哈哈！报应！大新闻，刘家二小姐在大婚喜台上孕吐，那长工奸夫都跪在公堂上了，快来看啊！大人，求大人救命！老爷要打杀小人灭口啊！小人还要告发刘二小姐和萧少爷。当时祖母寿宴，就是他俩合谋，逼着小人去玷污大姑奶奶，也就是现在的武安侯世子夫人。小人当时假意服从，实则是想找机会给大姑奶奶通风报信，可他们12个时辰盯着小人。二小姐指使下人打晕大姑奶奶后，小人侥幸逃脱，躲在暗处亲眼看到萧少爷亲自扛着晕死过去的苏世子扔在了大姑奶奶身边，转瞬他们就带人捉奸，小人想救，可根本来不及啊！原来武安侯世子和夫人婚前是清白的，这未婚夫和亲妹妹也太恶毒了，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陷害长姐。世子夫人，办妥了。刘宝在堂上说的每个字，已经传遍了满京城的茶楼酒肆。这3个人想害我是真，萧雨辰扛来苏之遥是假，刘宝想救我更是天大的笑话。那刘锦心肚子里的种到底是谁的？以刘锦心那眼高于顶的性子，怎会跟一个下人苟合？
那孩子十有八九就是萧雨辰的。不过不重要，这层遮羞布已经被当众撕烂，刘锦欣的丑闻够他们两家遮扯一辈子了。刘锦欣，你自诩清高，怀了萧雨辰的种就想逼他奉子成婚，我偏要让这全京城最低贱的长工来认这个爹。只要刘宝咬死不放，萧家为了名声就必须杀人灭口。只要萧雨辰一动手，买凶杀人的死罪他就背定了。逆女！刘宝去京兆尹大牢告状的事情，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父亲，刘宝不是前院那个跑腿的长工吗？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您为何一见面就作践女儿？你当真半点不知情？女儿身居侯府，昨日更是足不出户，真的不知。罢了，你现在是世子夫人，快帮为父参想参想，锦欣和萧家的事到底怎么解决？父亲，萧雨辰推我的婚约在先，如今又在喜堂上辜负二妹妹在后，依女儿看，咱们刘家就该联合武安侯府上门找萧家要个说法，狠狠治他们一个羞辱朝臣之罪。不行，锦欣在喜团上孕吐的事，现在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刘家的脸面早就被撕碎踩在鞋底下了，现在还要牵连着你的名声和武安侯府的体面。父亲，要平息流言，女儿得先问一句，那个刘宝说究竟是真是假？那个该死的下贱畜生，他竟敢污锦欣的清白，是为父治家不严，竟养出这等吃里扒外的祸害，如今更是把全家都推进了火坑啊！是你，刘锦欢，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害我！是不是你指使刘宝去衙门告发的？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不得好死！二妹妹明日便要为人父，如今在长辈面前却如此失控，莫不是得了失心疯？孽障东西！大难临头还在这撒泼，你还有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廉耻样子？老爷息怒啊！锦欣是一时受了刺激，有些糊涂错，待过些日子就好了，妾身就带她回屋休息。快把她带下去，莫再出来丢人现眼，脏了世子夫人的眼。大姑奶奶，二小姐冒犯了您，求您高抬贵手，看在同胞的份上，饶她这一次。自家姐妹何须行此大礼？老爷，大姑奶奶，世子爷带着军队打进来了。岳父大人，贵府二小姐和萧雨辰合谋，在寿宴上打晕我和锦欢，借捉奸败坏我们名声。如今连证人刘宝都把供词拍在京兆尹的公堂上了，你刘家是不是该给本世子一个交代？父亲，原来这些年女儿在您眼里竟是这般可欺，女儿这就告退。罢了，你和贤婿早些回府歇息吧。今天刘宝告御状的时机太巧了，苏之遥明显在背后推波助澜。少夫人，出大事了！方才衙门那边传来……得嘞，大清早的，小爷去马棚瞧瞧我的汗血白马，你们主相聊。少夫人，方才传来消息，刘宝在牢里畏罪自尽了。倘若刘宝真的有胆量自杀，那他便不会像条狗一样跪在京兆尹的公堂上摇尾乞怜。少夫人是说刘宝不是自杀？那刘宝在公堂上招认的那些话本就是我让他说的，不过是丢给他一点点利益，他便乖乖当了我的刀，某人就急着将他打死，这不仅坐实了某人当时的陷害，更是犯下谋杀的大罪。刘宝那个畜生死了也是活该，他确实该死。当初刘锦欣和萧雨辰计划在寿宴上让家丁玷污我，他们选中的那个恶心胚子就是刘宝。等老子在寿宴上把大小姐给办了，娶进门后天天让她跪着给老子端洗脚水。他浑然不知隔墙有耳，他的那番狂言会被人一字不漏地传进我的耳朵里。若非提前得知，我如何能提前在寿宴设局反将一中，顺势嫁入武安侯府？刘宝的死是我送给萧家和刘家最大的一把火。听说了吗？萧雨辰不堪绿帽之辱，昨天竟然在牢里把刘宝打死了。这萧家也太无法无天了，杀人偿命，什么第一才子？哪个刁民敢砸本公子？打死这个杀人犯，不要脸的奸夫！萧雨辰，你打死刘宝，
是想让我们刘家死无对证，彻底绝后吗？我跟你拼了！放屁！是你刘家养出的不知廉耻的东西，作践我儿！给我打！听听，外面那群刁民骂的是什么？说我收了黑钱，说我官官相护。若是再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头顶这顶乌纱帽，怕是都要被他们给掀了。查！流言愈演愈烈，全城都在看着我这双眼睛，顶着天大的压力也得查。大人，对方行事干练，不留丝毫痕迹。那是借口，给我严查刘宝被打死的真相。若是3天之内还查不出个所以然，你提头来见。属下遵命，这必须调集全城暗哨。听说了吗？今儿京兆尹大张旗鼓的查，恐怕萧家这次是真的要翻天了。翻天，这京城的天早就变了。只要那位世子爷肯施压，萧雨辰那点私兵，撑死也就是一群土鸡野狗，离死不远了。到了，动作快些！若是被人瞧见，你我的人头都得落地。刘锦欢，只要我不死，这一切迟早还是我的。把当年那本伪造的账册交出来！只要认定是沈家贪墨了那笔银子，我萧家就能以此调转舆论风向。你疯了！那账册是我为蚕食沈氏产业、伪造刘锦欢母亲嫁妆亏空所做的假账。若拿出来，不仅沈家会防备，我们刘家也会被牵连，这是要掉脑袋的。横竖都是死。若不推沈家出去顶罪，明天我就在朝堂上抖落你贪墨的所有细节。现在，把账册给我！臣弹劾萧雨辰，目无王法，买凶杀人，其罪当诛。皇上，那是因为那长宫被武安侯府的刘锦欢威胁，刘宝死前留下的供状是刘锦欢指使他去偷账册，又因心虚杀人灭口，沈家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刘老爷贪墨的所有嫁妆银两，皆是沈家族长受应，以此来搞垮朝廷政敌。刘老爷，这本账册可是你亲手给我的，现在该你说了。刘大人昏厥了，快传太医！少夫人，那萧雨辰如您所料，当堂反咬刘老爷贪墨沈氏银两，刘老爷当众气昏了头。父亲这辈子最看重体面，竟会被自己选中的好女婿气到当堂失态，真是天道好轮回。红英，沈氏商号的人脉动起来，把这些萧家非法私产、买凶灭口的实证全送进御史台。既然他们想拉沈家下水，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这滔天大火到底会烧死谁。是，奴婢这就送他们上路。放肆，无法无天，还敢在朕的朝堂上互相攀咬，构陷重臣，这还有没有半分律法可言？即传刑部尚书入宫，朕今日就要看看这萧家和刘家到底藏了多少污垢。传朕旨意，抄家，萧雨辰立刻收监，萧府全族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查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萧雨辰买凶杀人，贪墨国错，罪无可恕，萧其功名，流放3000里，即刻查抄萧府，举族贬为平民，给我搜！嘿，这是罪有应得，这就是报应。丧尽天良的畜生，流放路上可别死得太快，得让这种人受够苦头才行。刘锦欢，你这个毒妇，我就算死，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吵得头疼。红英，让人在囚车经过下一街时，赏他一碗滚烫的热汤，免得他冻死在半路，坏了咱们看戏的雅兴。
启奏皇上，臣等查到刘家贪墨是事实，萧家与刘家狼狈为奸，不仅贪墨亡妻家产，更牵涉多起朝廷款项亏空案，证据确凿，恳请圣上严惩，以正朝纲。好一个刘家，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伸手贪墨内党，欺君罔上，此等蛀虫，按律当满门抄斩，以儆效尤。皇上息怒，刘家虽罪责难逃，但锦欢如今已是我苏家儿媳，且入府后恪尽妇道，从未行差踏错。臣斗胆，念在儿媳的一片赤诚孝心份上，恳请皇上开恩，饶刘大人一条性命，留其戴罪之身。武安侯倒是好盘算，这就急着为亲家求情了。罢了，看在你的面子上，准卿所奏，传朕旨意，刘家抄诺大半家产，刘老爷罢官削职，即刻逐出京城，永不录用。官位没了，家产也没了，刘家彻底完了。父亲，这路是你自己选的。当年你们将我推入火坑时，可曾想过会有今日？如今这点疼痛，不过是开始。母亲，儿媳回来了。刘家内庄氏侯爷虽出手求了情，但你心里应当清楚，那不是为了刘家，而是为了侯府那份足以让皇上忌惮的兵权。母亲深谋远虑，儿媳受教，侯府大局为重，儿媳绝不会因私情而乱了侯府的方寸。之遥这孩子平日里没个正形，整日流连春风楼那种烟花地。景欢，你身为世子夫人，对他在外的那些风流债，当真就如此不动声色、不闻不问吗？母亲，世子去春风楼是为藏灵猎爪，为的是避开天家忌惮，求一份侯府的安稳。儿媳既然选了他，自然是信得过的，又怎会因外头的虚名便与夫君离心？好，之遥那孩子平日里荒唐惯了，难为你竟能看透他的本心。刘家那摊子烂事儿，你不必往心里去。侯府护短，既然你进了门，便是苏家的媳妇，万事由我们替你兜着。景欢感念母亲深恩，此生定不负厚望。红英，这是怎么回事？谁让你跪下的？快起来！这是苏之遥从不离身的贴身之物，那是当年侯府老太君的传家宝。到底出了什么事？说，是谁动了他？少夫人，您快别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了，这玉佩真不是奴婢摔的。还笑？到底怎么回事？刚才奴婢端着木盆在院里泼水，世子爷正好走过来，他为了躲那盆冷水，脚底下一滑，自己结结实实摔在了台阶下，这才把玉佩给跌碎了。本世子那是身手矫健，换做旁人早被你那盆水浇透。娘子，你可算回来了，你这丫头险些把小爷直接送走。世子爷若是不在院子里瞎转悠，哪能遭这份罪？小爷不跟你计较这个，小爷刚才顺道去打听了一桩大快人心的新鲜事，你想不想听？世子嘴里的新鲜事未必合我的胃口。你那好父亲带着梅姨娘和刘锦溪已经灰溜溜的搬去平安巷，堂堂前任吏部侍郎，如今落魄到那种鱼龙混杂的泥地里，惨啊！平安巷那地方的安杂气，倒真配得上他们一家三口。可不是嘛。不过小爷寻思着，岳父大人如今凄风苦雨，梅姨娘到底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怎么能伺候好他老人家？你又憋着什么坏水？这怎么能叫坏水？这叫孝心。小爷打算亲自托人给岳父大人说一门好亲事，娶个厉害的正房太太，好好替他管管家。哦，世子打算给父亲找个什么样的当家主母？若是性子软了，我可不依。
京城赫赫有名的泼辣母夜叉王氏。娘子，这份大礼够不够分量？你就是那个伺候人的没事，少在这摆个丧气脸，把府里库房的钥匙交出来。王氏，我虽是妾，但也是这府里名正言顺的。嘿，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也配在这跟我谈名正言顺？以后这刘家我说了算。你刚进门就夺了梅氏的管家权，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婆婆的？还有没有刘家的规矩？规矩？老夫人，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头，还在这摆两江总督府当家夫人的谱呢？您儿子在如今就是个被朝廷罢官的废人，要不是我王家出银子倒贴，你们全家现在连这平安巷的破房子都住不起。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悍妇！悍妇！老夫人，我还有更悍的呢。从明天起，您每天早起半个时辰过来伺候我洗漱，少一刻钟，这府里就停一天的伙食。母亲，母亲，快掐人住！你凭什么杀我东西？就凭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后娘，长辈进屋你不行礼也就罢了，还敢给小娘使脸色！一个未婚先孕，还没过门就被退回来的东西，真当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刘府千金呢？王氏，你放肆！你敢动我女儿！老娘今天就是要管的就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倒要看看这个败坏门风的烂货能嘴硬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市井出身的泼妇，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做鬼那也得等你咽了气再说。现在在这刘家，老娘就是你的天！告诉你，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往后在这个家里，有的是你的苦头吃。父亲，今日是祖母晨练的大日子，怎么这灵堂里不见梅姨娘和二妹妹桂玲？她们不是最能替父亲尽孝的吗？她们母女前些日子染了风寒，病得厉害，在后院歇息，不便见客。病了？依我看，是那对狐妹子命贱，承受不起老夫人的浮躁，遭了报应吧。风寒，半个月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怎么祖母一死，他们就病得连床都下不来了？锦欢，你祖母刚走，莫要问这些晦气事。少夫人，出事了！慌什么？好好说话。柴房后院那个废弃的柴房，奴婢方才路过，听见里面有哭喊求救的声音，顺着窗缝看了一眼，少夫人，那里面关着的已经不成人样了。到底怎么回事？奴婢方才用银子打通了府里的粗使婆婆，这才知道梅姨娘偷藏私房钱被发现，王氏一怒之下将她发卖给了城外最苦的一户庄户人家做粗使仆妇去了。送去了那种地方，倒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那刘锦欣呢？二小姐听闻萧公子被流放后大受刺激，一病不起，如今已是神志不清了。王氏嫌她晦气，便将她关在了后院的空屋里。走，过去看看。您金尊玉贵的身子怎么到这地方来了？听闻二妹妹病了，做姐姐的总该来瞧瞧。什么病？不过是个丢人现眼的疯子罢了。既然大姑奶奶想看，那就让你瞧瞧热闹。陈哥哥，你来接我了是不是？陈哥哥，你带我走，带我走。还做梦呢！你的陈哥哥早就被抄家流放了。你胡说，他是相府公子，他会来娶我的。娶你？他连自己都保不住了，你那个亲娘也被我打发去乡下种地了。刘锦欣，你们母女的好日子到头了。大姑奶奶，您金尊玉贵的身子就不要再往里走了，别被二小姐的疯病吓到了。二小姐这疯病闹得厉害，妾身也是实在没办法。若是由着她出去乱跑乱喊，冲撞了侯府的贵人，那刘家可就万死难辞其咎了。大姑娘娘最是通情达理，定能体谅妾身的苦衷吧？二妹妹既然病得神志不清，关在这里静养，确实是最稳妥的办法。只是祖母的丧仪是天大的事，你既已是刘家的当家主母，便要把这丧仪料理的体面周全。若有半点差池，朝廷御史台的唾沫星子，第一个戳烂的就是刘家的脊梁骨。大姑奶奶放心，妾身知道，就是砸锅卖铁，妾身也绝不丢了刘家和您的体面。还有，往后约束好刘家后宅。父亲如今已被罢官，若后院再传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丑事，连累了侯府的名声，我唯你是问。是，妾身一定严加管教，绝不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再给大姑奶奶添半点堵。
不过是张毫无用处的废纸。刘锦熙，你到死都在指望那个自身难保的男人。这东西我收下了，往后你在刘家只要听话，该有的正式体面，侯府自然会是你的靠山。多谢大姑奶奶提携，妾身明白。但你也要记清楚自己的身份，若敢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我能抬你进这个门，也能让你无声无息的消失。听懂了吗？大姑奶奶放心，妾身绝不敢有二心，定当安分守己。世子爷找的人果然不错，是个懂得看主子眼色行事的聪明。你这个市井的悍妇，竟敢克扣老夫人的丧仪用度，刘家的脸面全被你丢尽了。脸面？刘大人，您睁开眼看看，这府里现在连买一捆柴火的银子都拿不出来，不克扣那死人的纸钱，难道让我王家拿银子贴补那个死鬼老娘？放肆！放肆！老夫堂堂朝廷命官，岂能容你这般羞辱？我要写休书，现在就写休书将你赶出家门。休妻？老爷，您这招牌大印还在上面盖着呢，整整3000两白银，休了我！行啊，今儿个您要是拿不出这3000两现银，咱们就顺天府大堂上见，让全京城的人都瞧瞧，这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刘侍郎是怎么赖着夫人的嫁妆钱的。你如何拿到这欠条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爷瞒得可真紧，私底下竟借了这么大一笔商债。夫人，我的好夫人，这巨额商债万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啊！若是传出去，老夫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毁了？要不是我王家出面使了银子，顺天府的人早就把通缉告示贴到九门去了。老爷，如今外头债主天天围追堵截，老夫人虽然入土为安了，可那发疯的二小姐，您打算怎么安置？那依夫人的意思，该如何是好？萧雨辰那小子不是被贬去了远方的偏远小城吗？如今也是个穷酸白身。夫人的意思是，他整天疯疯癫癫，留在京城只会让刘家沦为更大的笑话。不如连夜把他打包送去萧雨琛那儿。他们从前不是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吗？那就让他们去那古寒之地做对贫贱夫妻，也省得在我面前碍眼。罢了，为了躲避债主，保全刘家最后的颜面，也只能委屈他了。陈哥哥，大红喜轿呢？刘府呢？京城怎么没了？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陈哥哥，闭嘴！再吵把你扔在雪地里喂狼！少夫人，去远方盯着的密探传回消息了，二小姐和萧雨辰已经在那个偏远小城安顿下来了。没了京城的荣华富贵，他们现在每日都在为了柴米油盐奔波，再也没了往日的半点傲气。平淡与清苦本就是他们应得的归宿，没有了那层虚晃的身份，剩下的不过是互相怨怼的漫长余生。折腾了这么久，怨恨也该随风去了。往后不用再盯着他们了。是，少夫人。老爷，今儿个可是最后的期限了，那整整3000两的银子，你到底是还还是不还？刘家如今的底子已经被官府掏空了，我一个罢官学知的白身，一时半刻去何处弄这么多现银？好歹结发一场，你又何必逼得如此绝情？结发，老爷未免太抬举自己了。你现在不过是个连买米都买不起的废物，若不是我王家出银子倒贴，你连这平安巷的破宅子都住不起。既然还不上钱，就拿这宅子抵债。今儿个我便带着娘家人，把你们一群刘家的寄生虫彻底赶出大门。我错了，当年为了那点虚妄的体面，偏听偏信，纵容梅氏作践了我的欢儿，到头来竟是落得个作茧自缚、举目无亲的下场啊！阿神，是我瞎了眼，是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们的欢儿。锦欢，你怎么到这脏地方来了？欢儿，这是你娘临终前留下的，当年没事要抢，为父拼了这条老命才在库房底下藏住。为父不求你原谅，只求你把它带走，别玷污了你娘的东西。父亲，地上凉，起来吧。娘子，宫里出事了，二皇子暗中调兵，恐怕不是叫毕宫作乱了。
这是二皇子密谋拉拢各方武将的私账。9门之内，许多人早就倒戈了。京城风雨欲来，在大局面前，那些陈年的恩怨是该有个了断了。父亲，过往种种，女儿也有错，是女儿先前执迷于过往的怨恨，行事过于偏激，才让刘家连番陷入这般风波。今日欢儿向父亲致歉，还请父亲海涵。欢儿，不怪你，是为父的错，是为父这些年治家无方，偏听偏信，竟被朱由蒙了心，是我冷落了你，才让这宅子里群狼环死，酿成今日大错啊！孩子，是为父对不住你，对不住你阿娘啊！我想去北疆边关，真正接管父辈的军权，历练几年。我父亲在战场上留下的旧伤频频复发，侯府已是一日不如一日。这纨绔的名声虽能护得了一时，却护不住武安侯府一世稳妥。我身为长子，必须接过虎符，自请去最护寒的北疆整顿防务。贤婿能在这个时候卸下伪装，由此将门大治，老夫当年真是看走了眼，欢儿没嫁错人。北疆最险不过黑风口，此处虽易守难攻，却也是蛮族多年来最擅长暗度陈仓的防御缺口。你若领兵，切记先在两翼加筑工事，不可轻敌。岳父大人明察，可如今户部官员多是二皇子党羽，军饷筹集与粮草调度，怕是……哼，老夫虽不在朝，但这几十年在吏部留下的旧部与人脉底蕴还在。朝堂文官内算计的弯弯绕绕，老夫定会为你全力周旋，保你10万大军后方无忧。多谢岳父大人指点。娘子，北疆风沙漫天，不比京城安逸。如今岳父与你误会已解，全家和睦。你若是不愿随我去受苦，留在京城尽孝也是好的。夫君，京城这座四方龙我早已待够了，这刘家的风雨我们能一起平，北疆的黄沙我自然也能陪你一起踩。你去前线守万里山河，我便在后方做你的不落奸臣。娘子，怎么，世子爷莫不是以为我刘锦欢是个只能养在深闺的娇弱女子？父亲，这些是沈氏商号如今在京城的全部产业，此去今年，女儿想托付给您代管。欢儿，你竟愿意将你阿娘的遗物托付给我这个糊涂人？父女至亲，女儿不信您，还能信谁？好，为父见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定会替你将这放打理得稳稳当当，绝不叫你和贤婿分心。北疆复杂，人心不比京城单纯，你们小夫妻到了那里，万事多加商量，一定要平安归来。岳父放心，只要定毫发无伤的带娘子回来。这京中的闲职我交得痛快，把这武安侯府的质子身份卸了，金銮殿上那位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乾隆出冤，卸去的是满身的枷锁。夫君此举是以退为进，高明的紧。主要还是娘子教导有方，跟着娘子有肉吃，小爷自然要走得高远些。来人可是京城来的武安侯世子？这大楚的边关风大，可别把你那细皮嫩肉给吹化了。早就听闻苏世子在京城是千金之躯，不过这北疆黄沙如刀，可别迷了世子的金贵眼眸。本世子奉旨接管防务，怎么边防军的军规竟是让校尉替天家来考量本世子的眼眸？带路，走。大漠军痞向来轻视朝廷空降的世家子，夫君这般刻意刁难，他们是诚心要做给全营将士看的。诚心好啊，小爷最不怕的就是别人诚心找茬。走，瞧瞧他们在大营里还给咱们备了什么好茶。不过是个靠父辈的纨绔，也配来接武安侯府的虎符？等会儿别吓尿了裤子。少夫人小心！京城来的世子爷，长得倒像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白面书生。本将粗人，只认得北疆的枪。世子这细皮嫩肉的手，怕是连100斤的玄铁都提不起来，更别说上阵杀敌了。拿不拿得动，
诸位一块上来试试。末将有眼不识泰山，愿听世子差遣。愿听世子差遣。世子，出天大的事了！慌什么？二皇子的党羽攻击了户部，说我们账目不清，直接在半路劫了我们的粮食。不仅如此，今年的过冬棉衣也被全部扣押。世子，如今北疆暴雪将至，大营里的存粮撑死只够全军支撑3天了。二皇子有令，绝不能让苏之遥在北疆站稳脚跟。大人放心，北疆的过冬棉衣与粮饷，户部有的是理由拖延克扣。暴雪将至，没有1粒米1件棉衣进营，看他那10万大军怎么熬过去。偏将，今年的冬衣怎么还没发？兄弟们都快冻死了，粮饷也迟迟不发。今天的粥里全是水，没有寒衣，肚子也填不饱，这防线还怎么守？大家再忍忍，世子和夫人正在想办法。世子，朝中故意克扣。户部狡辩说大雪封路，物资运不过来，可咱们暗中查过了，根本就没有封路，是他们为了私利故意卡着不放。这群奸臣竟然拿10万守军的性命去填他们的野心！夫君，他们这是想逼你走投无路，借蛮族的刀来杀人。军心一旦被动摇，防线将不攻自破。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哪怕砸锅卖铁，我也要保住北疆，护住将士。世子，这是兄弟们刚刚截获的敌方劝降密信。敌方开出了巨额物资，算准了咱们快断粮了。世子，全军的命都在您一句话了。劝降？他们也太小看我大楚的将士了。世子，末将等誓死追随世子，绝无二心。先前是我等糊涂，以为朝廷断粮，我军必死无疑。如今见世子封苦，我等愿与北疆共存亡。两位将军请起。大楚的将士不会白白动难，朝廷不给的，我给。世子夫人，您的意思是？你们要的冬衣与军粮，此刻已经运抵大营门外。是新棉，还有粮食，真的是冬衣和粮食。娘子，你这次可是救了整个北疆。夫君去守江山，我自然要替你守好后方。父亲在京中也出力不少，若非他千里调度，商队也无法避开官办驿站来得这般快。誓死效忠世子，誓死效忠世子夫人。世子，敌袭！敌军骑兵突破了前哨，正朝大营杀来。全军戒备！世子，虚惊一场，并非敌军夜袭，而是西北斥候发现了敌方商队在边界有异常动向。世子夫人，将士们换上新冬衣，吃上了饱饭，如今个个对您感激涕零。若非夫人动用商号施以援手，我等这10万大军，怕是要冻死在这风雪中了。将士们守卫边疆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夫君，既然敌方商队有异动，我们不如顺水推舟，在关外开设官方护市。开设护市？不错，用我们江南的丝绸和茶叶去换取他们口中的优质战马，如此既能强我大楚军力，又能将沈氏商网彻底扎根在塞外，顺带搜集情报。娘子此计甚妙，一切听凭娘子做主。只要护市不断，源源的情报和物资就会送入大营。世子夫人，这批战马已全部交接完毕，丝绸与茶叶我们也已清点。首领一路辛苦，合作愉快。小人告退。内鬼果然动了。夫君，这是护市商队传来的秘密情报，西防线有异动，内鬼怕是要按耐不住了。西防线地势平坦，最利于骑兵突袭。既然他们想要这个缺口，本世子就给他们做个陷阱。传我将令，西防线各营按兵不动，
但暗中必须给我铺满绊马索与铁军马。没有本世子的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末将领命。夫君，战场刀剑无眼，多加小心。娘子放心，你在后方为我擂鼓布阵，这一战我大楚必胜。大楚的将士们，蛮贼欺我大楚无人，今日便让他们有来无回，随我出城应战！杀！大楚什么时候换了这么个不怕死的硬骨头？哈哈，内焰得手了，西门已开，全军听令，调转马头，随本将从西门杀进去！关门，捉贼！不好，中计了，快撤！世子夫人有令，烧毁敌军粮草，切断补给，一个不留。夫君，西门诱敌，后方火烧连营，我方大捷，蛮族联军已仓皇退兵100里。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却不知本世子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半个月。世子在清查此贼的行囊时，搜出了他与荆州暗通的铁证。通敌叛国，二皇子为了金銮殿上那把椅子，竟然勾结外敌，里应外合，想要断我大楚的西北防线，拿10万将士的命去铺他的登基路。首领大人，你与二皇子的通敌信札可全在小爷手里。苏世子，你到底想要如何？若此信在你们朝堂传开，你那些死对头怕是能活活生吞了你。签了这份和平互市条约，从此边境互不侵犯，两地百姓自由贸易。爸，输给武安侯，本将认了。北疆大捷，苏世子大败敌军，签订100年和平条约，800里加急。那苏世子不是京城第一玩酷吗？竟然平定了北疆，江湖圈子人家那是大智若愚，这下二皇子挡你的脸可被打烂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北疆大捷，朕心甚慰，特召武安侯世子苏之遥、世子夫人刘氏即刻还朝述职，不得有误。钦此。臣领旨谢恩。公公一路辛苦，不知京中近来可好？我父亲刘老爷在京帮忙打理伤后，身体可还安康？世子夫人客气了，京中一切都好，刘老太爷也安好。还请世子与夫人即刻动身，莫要耽搁。咱家这就回京复命，告辞。他连赏银都吓得不敢收。夫君，京城定是出了天大的变故，二皇子怕是已经动手了。他既然敢在北疆里应外合，说明京中早已落入他手。这一趟，二皇子是逼着我们深入龙潭虎穴。龙潭虎穴也得闯。他二皇子想要我们卸甲入局，那我们便换装回朝，瞧瞧他这金銮殿里到底藏了什么鬼。好，父亲，女儿回来了。回来就好。为父天天在城头盼着，欢儿贤婿，你们终于平安回来了。之遥见过岳父大人，这一路上多亏了您在京中代管产业，为我们周旋。都是一家人，说这些见外话做什么？走，府里已经备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咱们回家说话。你这手怎么抖得如此厉害？抬起头来，谁指使你来的？好一封意图栽赃本夫人通敌谋反的伪造密信，在武安侯府的接风宴上玩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真当本夫人是泥捏的？说，是谁指使你？不必跟死人废话。来人，带下去，押入死牢。武安侯世子苏之遥平定北疆，立下不世之功，特封正二品骠骑大将军。内子刘氏聪慧贤淑，特赐1品诰命夫人。臣叩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北疆虽定，然臣在塞外旧伤频发，臣年少德薄，斗胆请辞兵权，交还虎符。臣此生别无他求，只想与内子重归田园，孝顺长辈，做个含饴弄孙的闲散富贵人，还望皇上成全。哈哈哈哈！好一个纯臣，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朕准了。既然如此，朕便御赐京中新宅邸1座，特许你们在京中好生休养，共享天伦。红英，拿铲子来，这地底下有东西。少夫人，这好像是一叠发黄的图纸。赏赐新宅，却在园子里藏了前朝的谋逆兵器图。夫君前脚刚交了兵权，后脚这泼天的死罪就埋在了咱们脚底下。二皇子这连环计，是想要我们武安侯府满门抄斩。图纸盖着二皇子的私印，这是他未能及时转移的谋逆铁证。少夫人，这东西留在园子里，简直是祸根，我们该怎么办？二皇子一党眼见武安侯府如铁桶般无可击破，定会狗急跳墙。重阳大典将至，他们必会在登高时孤注一掷。欢儿，为父探得消息，二皇子那一党已经在京郊西山暗中调集了私兵，要在重阳大典上动杀手。多谢父亲，有了这份情报，我们便能将其一网打尽。为父以前做错太多，如今能为你和贤婿守住这最后一道防线，便是对我最好的弥补。你们一定要万分小心。父亲放心，女儿明白。有刺客，全军布阵，护驾！二皇子，戏台子搭得这么大，我看你今日怎么收场。全军听令，护卫圣驾！冲进去，夺下金銮殿，这天下便是本王的！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不是该死在西山吗？殿下，勾结外敌、暗调私兵的铁证就在我手中。所谓的西山埋伏，不过是引你入瓮的饵。苏之遥，你以为你赢了吗？通敌卖国这种罪名，可不是一句忠君就能洗干净的。一起去看看你的沈家商号，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朝廷扣上了卖国通缉的巨枷？启禀皇上，这是臣妾在关外开设护市的所有往来账目，每一笔战马交易、丝绸往来皆有据可查。二皇子所谓的通敌之罪，不过是为掩盖他勾结蛮族的构陷之举。账目清明，丝毫不差。世子夫人为国分忧，不仅无罪，更有大功。皇上，如今四海已定，内乱已平，臣在沙场旧伤频发，更不愿再涉朝堂纷争。臣恳请皇上准许臣等卸甲归田，此后退隐江湖，只求一份清静。难得你们身处高位，却有如此淡泊名利之心。也罢，朕准了。皇上有旨，刘氏一门教女有方，特赐刘老爷御笔题写“和睦世家”牌匾1块，以彰其德。臣叩谢皇上隆恩。欢儿，贤婿，收拾妥当了，咱们回江南，回真正的家。娘子，绕了这么大一圈，咱们终于回家了。两世恩仇，终得善了。如今有夫君相伴，父亲在侧，这便是历经万千风雨后最好的归宿。锦欢，贤婿，你们快看，这盏灯是江南万家对你的期盼。从此以后，岁岁平安。
恭迎大小姐回乡，恭迎世子爷。贤婿、锦欢，沈家老宅已打扫妥当，咱们回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娘子，京城那场婚事终究仓促，委屈了你。今日在这江南老宅，在这父辈见证下，我苏之遥定要给你一场此生不渝的结发礼。前世今生，我本以为注定要在仇恨中孤独枯萎，没成想，终究等到了我的良人。娘子，我来接盖头了。锦欢，你怎么了？来人，快传大夫，去请城中最好的大夫来！恭喜世子，贺喜世子！老夫行医40余载，这脉象圆润有力，平稳如珠。夫人这是喜脉，已有2月余了。喜脉，当真没诊错，我真的要当爹了。这一路上颠沛流离，他身子受得住吗？孩子可有影响？世子放心，胎相稳固得很，只是夫人这段时日劳心过度，气血略有亏损，往后好生调理，万不可再动胎气。太好了，老天保佑，少夫人有喜，咱们侯府终于有后了，这可是天大的福分。夫君，你听到了吗？他选在这个时候来，是想告诉我们，这漫长寒冬终究是过去了。少夫人，老爷天不亮就起身张罗了，厨房里的厨娘想搭把手都被老爷赶了出来，说这安胎药膳必须得亲力亲为才显得诚心。娘子，快试试。这是岳父大人早早去厨房盯着熬的，里头放了许多名贵药材，香气都溢满了整个院子。父亲，您这身子也该多歇歇。只要你能平平安安，为父日夜守着厨房也甘之如饴呀。锦欢，这是为父多方打听来的古法安胎药膳，用了最名贵的食材慢火细熬。以前是为父糊涂，受人蒙蔽，让你受了太多的苦，往后余生定不叫你再受半点风雨。这里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腰挺直，才练了一炷香就喊累，往后如何扛起侯府门楣？娘亲，长乐腿酸，长乐不想练了吗？锦欢，长乐还小，慢慢来，可别累坏了我的乖外孙。谢谢外公，外公最好啦。吃完糕点，自己去祠堂面壁1个时辰，若再偷懒，今日晚膳免了。娘亲不准吃饭，祖宗保佑，让我吃点好的。娘亲，爹爹，长乐在桌底挖到了宝贝。这是武安侯府丢失100年的棉丝铁券，这是母亲当年的随身遗物，竟一直被她妥善藏于此。长乐，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长乐，跑累了吧？快来外公这儿。娘子，在想什么？在想这一路走来，曾经我满脑子都是复仇与算计，以为自己注定要在黑暗里枯萎。那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你只管看着大好山河，我们白头偕老，再不分。执手看山河，白头不相离，这便是我两世为人最好的造化。这天下再无任何规矩与羁绊。